大家好，我是戴着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今天说的是《雷神3：诸神黄昏》。影片一开始，反派大伙人就抓住了大锤，来了一把捆绑 play。这个反派沐浴在火海里称王称霸，以下简称浴霸。浴霸不但头上有犄角，心里还有很多小秘密。他计划把犄角放进奥丁他家的永恒烈火里，这样就能进化成完全体，一把端平大锤老家阿斯加德。熊的代号就叫诸神黄昏。只可惜没有永恒烈火的浴霸只是个青铜，很快犄角就被大锤给抢走了。另一边，在阿斯加德彩虹桥传达室里，阿秃正在向妹子炫耀自己的两杆大枪，一把叫盖里，一把叫盖气。大锤回了家很蒙圈，以前看门的海大爷呢？阿秃表示，海大爷因为业务不达标，已经被奥丁给开了。看过第2部的解说都知道，现在这个奥丁其实是大锤的弟弟鸡鸡假扮的。大锤揭穿了鸡鸡的把戏，原来奥丁已经被鸡鸡扔到了地球的某家养老院。哥俩来到地球找爸爸，却发现养老院已经拆迁了，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突然，鸡鸡掉进了一个电焊圈，大锤捡起了地上的名片。关注小编说大片以后，大锤成功和奇异博士史传奇面基，兄弟俩在博士的帮助下找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奥关海啊，不是。奥丁还是他爸说自己领便当代记，就不跟着回家了。大锤开始邀功，把比武阻止了诸神黄昏夸我。奥丁却爆出了个惊天大秘密，其实里面还有个姐姐叫海拉，当初就是他为朕打下了这片江山。不过这孩子后来不学好，想谋朝篡位，朕就给他封印了。说完，奥丁就原地领了便当。而一直以来被奥丁封印的海拉也重获自由，见面礼就是把大锤用了4部电影的大锤给捏碎了。鸡鸡一看这肯定打不过，赶紧跑路吧，于是打开了彩虹桥，没想到反而引狼入室。海拉先后击落了锤击兄弟，自己的跟着彩虹桥来到了阿斯加德。他先收服了阿秃这个小机灵鬼，然后召集军队开了个动员会，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他。无奈之下，海拉只能团灭了所有人。等等，你把人都干死了，还捅这个锤子？海拉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决定造小人。我的意思是说，他用永恒烈火的力量复活了以前的军队以及巨熊萌宠灰太狼。就在海拉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发现开启彩虹桥的剑被看门的海大爷拿走了，而且海大爷正在偷偷疏散阿斯加德的出发群众。另一边，大锤掉到了电音星球，然后就被本集女主黑妹给电倒了。你没听错，雷神居然还怕电。黑妹是个酒鬼，想把大锤送去电音星球的统治者宗师那里换点酒钱。提一嘴，这里的宗师就是漫威宇宙里的高天尊，在电影里的设定和银河护卫队里的收藏家是兄弟，哥俩都因为长生不老所以太无聊，一个专心搞收藏，一个热衷于看肌肉壮汉打架，说白了就是抓各种壮丁回来 PK， 美其名曰冠军争霸战。大锤想要重获自由，就必须赢得这场比赛。就在这时，大锤发现鸡鸡居然在远处搜索，我老弟不是反派吗？怎么待遇比主角还好？原来因为时差，鸡鸡早大锤几周就来到了这里，已经打下了坚固的群众基础。就这样，大锤被送到了选手高压区，一起被高压的石头哥告诉大锤，卫冕冠军特别猛，买他书的人都去天台排队了。大锤也意外发现黑妹居然就是阿斯加德的女武神，这个组织曾宣誓要誓死保卫王权。原来女武神们曾经和海拉正面刚过，但除了黑妹，其他的女武神全部领了便当，所以厌倦了刀光剑影的黑妹选择解甲归田。大锤被众人绑了起来，紧接着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创伤。By Odin's beard, you shall not cut my hair, lest you feel the wrath of the mighty Thor. Please, kind sir, do not cut my hair. No! No! 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看帅哥的发型清新有。来到格斗场以后，大锤发现他们嘴里说的卫冕冠军居然就是绿胖。所谓熟人好办事，大锤准备和绿胖来个场内和解。看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没有大锤傍身的大锤一开始不是绿胖的对手，不过这毕竟是他自己的个人电影，所以突然开了挂，一拳就把绿胖打上天，和日光灯肩并肩。大锤希望绿胖和自己一起拯救阿斯加德，但却被在这里吃香喝辣的绿胖给拒绝了。原来自从复联2片尾班纳变身绿胖以后，就再也没有变回来。大锤只好独自找到了当年绿胖开到这里的飞机。Welcome. Voice activation required. Thor. Access denied. Thor, son of Odin. Access denied. God of thunder. Access denied. Strongest Avenger. Access denied. Strongest Avenger. Access denied. Damn you, Stark. Point Break. Welcome. Point Break. 就在这时，绿胖也来了，并且在破坏完飞机之后，终于又变回了班纳。另一边，宗师派鸡鸡和黑妹去抓回逃跑的两人，万万没想到黑妹突然觉醒，抓住鸡鸡，并且决定帮大锤干掉他老姐，还释放了石头哥等所有选手，引发暴乱。大锤、班纳和黑妹一路躲避宗师的追击，来到了阿斯加德。大锤表示自己去和姐姐正面刚，其他人负责疏散群众。但是大锤又怎么可能是他老姐的对手？3下5除2就被弄瞎了一只眼睛。与此同时，海大爷带着居民来到彩虹桥上，却被海拉的萌宠灰太狼堵了个严实。班纳意识到是时候变身了，于是便来了个信仰之跃。当然，班纳最后还是变身成功了，鸡鸡和石头哥他们也赶来救场，但大战几百回合后，反派还是占领绝对优势。就在大锤快鸡鸡的时候，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身影。
大锤表示自己没有锤子，根本打不过海拉。奥丁说别吹了，有锤子你也打不过。但是记住，只要心中有力量，你自己就是个锤子。爸，你怎么还骂人呢？那你到底是雷神还是锤神呢？顿悟之后的大锤不但获得了自己的专属 BGM， 而且很快开挂干掉了一大波小弟。大锤让基基协助自己唤醒片头出现过的浴霸，因为只有用永恒烈火激发过的浴霸完全体才有可能干掉海拉。 This was never about stopping Ragnarok. This was about causing Ragnarok. 阿图最后也良心发现，为了护送百姓们坐飞船逃走，牺牲了自己。最后，绿胖带着大锤和黑妹跳回了逃生飞船，留着变大变强后的浴霸和海拉同归于尽。就这样，大锤在这一集里，爸爸没了，锤子没了，头发没了，右眼没了，连老家都没了。但他终于成为了阿斯加德的国王，准备带领族人一起前往地球。彩蛋里，锤击聊着天，一艘巨大的飞船出现在他们面前。究竟是谁的飞船呢？那就是复联3的事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拜了个拜。